们往往所累积的钱不是投资失利就是被骗。你看哦，我们如果说财富是能量流，就像水能流动，哇，守财奴的钱是一滩死水，它不流动哎。信仰度众在人间，金钱可以去规划，天官五财神赌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每逢农历新年来到的时候，哇，大家就会在一起开始做什么事情？偏财，赌个博啊，或者说买个彩券啊。大家都很喜欢，就是踊跃尝试。你也会发现过年期间彩券行特别热闹。所以呢，这次呢也要跟各位说一说、聊一聊关于偏财这件事情，财神爷怎么来看待？我们努力工作赚钱，我们展现能力，获取了金钱。那可是如果说你要譬如投机财啦、赌博啦，或甚至是买彩券啊这些事情，其实它运用的是你的福报，它并不是靠你的能力。但是记得福报总会用完的。你们去观察身边的亲朋好友，你会发现赌徒他靠这个为生的通常呢，他不是情感，就是他的身体会出问题，因为福报会用完，除非你有累积啦。在我这边为财神服务的20年的状态里头我这边有看到有一位财神粉丝他本身是属于经营赌博行业啦也算是8大行业啦。他是我少数看到，应该说就只有这么一个是赚钱成功的，其他我看到的都很惨，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家庭不睦。我看到了这一位能够在经营8大行业又成功的这一位财神粉丝他所说的他成功的方法跟财神爷所指示的都是一样，他就这么在执行财神爷所交代的。财神爷其实是很慈悲的神尊，基本上他的信徒3教9流都有，他不会硬性去要求你就得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事业，因为呢强摘的瓜不甜，他硬是要你怎么做，你做不到，反而对神尊一股怨气。所以每次在面对这些8大行业的工作者，神尊呢都会告诉他有什么福报你去累积，该读的经，该做的善事，该吃的素，老实到位，累积到位，你就会有善因缘来转动，带你跳出去。再来也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刚刚我所说的那一位很成功的8大人士他说呢，他每一场赌局，他都会从得到的金钱里头固定比例慈善捐赠，而且是立即马上，没有再拖的，因为偏财的钱来得快去得快。他只要一得财，马上固定比率就出去，可以说全世界他结了很多善缘，他都捐钱在各个慈善机构所以真的我们在用偏财这件事情，我们过年的时候小赌怡情，欢喜快乐就好，不要拿这个当你正职的行业。其实你会发现钱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说我当老板我一定有钱而我当员工一定穷，不是的。我们明白金钱真的是福报，就像财神爷说的财水理论，在八卦五行里头来讲，财为水，水为财水是阴性的能量，所以我们丢阴德。但是我们换成现代的语法是，它是能量既然是能量，它会流动。所以呢，会流动的能量我们明白，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愿意积善修福的人，好处也往他这流动过来。那今天如果是一毛不拔，甚至是还苛刻对待别人的人，那肯定他的美好的财富能量流一定不会流过来的。所以会流动的，我们要小心运作，一定要学会去累积他的福分，你的善行义举都不能少。所以你看守财奴的钱一毛不拔的人，他们往往所累积的钱不是投资失利就是被骗。你看我们如果说财富是能量流，就像水能流动，哇，守财奴的钱是一滩死水，它不流动不流动的水会发臭的，所以导致在金钱的状态一定是不好。你们慢慢观察去看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金钱的世界里头，你只要累积福报，其实就会顺利。财神爷常在讲，福报不够，诸事不顺，所以让你们明白。那我们偏财要怎么求，怎么合理的求到这个偏财，让我们顺顺利利，不会就是有不好的事发生。其实基本上来讲过年期间是要求正财啦，不是求偏财。因为其实是你的努力、你的能力决定你正财的部分哪怕是你是一个企业家，你赚很多钱了，但是呢，如果你愿意在神明面前求取正财之外，所得到的钱愿意做更多的福分布施，金钱能量一流动起来，哇，美好的一切又流向于你。所以其实这边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金钱跟事业我们如何让它更好是有一个叫4枚钱币的理论跟大家分享，也要让各位明白，我们求取正财，正财会让我们更好，生命更棒。既然我们要求财，我们呢过年期间我们就给他发大愿求正财，我们就不求偏财。那这边也告诉你我们怎么来运作这个4枚钱币的方式。首先财神爷他将4枚钱币分为4个样貌，小小钱、小钱、大钱、大钱。哇，这4个样貌分别是有意思的所谓的小小钱就是我们说的，它像是我们帮助人成功的上班族我们受雇于人，在这个工作场所里头，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人成功，我们就可以赚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叫小小钱。那再来什么叫小钱？
小钱就是我们所说的像创业家小到夜市摆摊、早市摆摊、开店做生意的，或是开工厂的只要在创业的状态呢，我们都是在这个层次。那在这个层次里头呢，它会有一个样貌，他赚的钱多，照顾的人也多。所以你发现很会赚钱的人，你看他都在照顾人这个也是创业家最基本的格局哦。好，我们再继续看。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小钱，我们就跳到了大钱。大钱就是指企业家的样貌。但是财神也有特别说，企业家不是每个人都是王永庆跟所谓的郭台铭。那这个企业家财神爷的理念，他的样貌是这样的：只要你赚的钱，你能够收支平衡，你不但收支平衡之外，你又有储蓄，你储蓄的钱里头又能拨一些能够做十方捐赠，哇，这就很圆满了。而且你事业又能永续，这就是财神爷标准的企业家的样貌。好，当然来到企业家，我们是可以再进步的我们可以再往上跳到大钱。大钱就是财神爷所说的一国首富，也是他的样子。其实这4个钱我们在这样谈的过程里头，哇，一国首富离我好远，我到得了吗？当然可以，有步骤可以让我们达到的。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这个理论的部分呢，它可以进步，也会后退像如果创业家不成功，他就后退回来帮人成功的上班族嘛。好，那如果今天创业家成功了，他就往上又跳上来，来到大钱。怎么跳呢？财神爷呢，他从大学里头的一段文字古籍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怎么帮自己跳级。这个方式一定常常听过，不困难的理论，它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记得你只要能够把自己修正好规矩，把自己顾好，就能拿小钱安定安稳，安身立命，绝对没问题。好，那再来呢，来到小钱的状态呢，所说的齐家就是把你的家人照顾好，延伸到你的家族亲族就像刚刚所说的，很会赚钱的人其实都要照顾人把周边的人照顾好，你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小钱。那再来小钱会再进步到大钱。大钱在财神的眼中就是企业家，而在这个层次里头，财神爷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的能量了。那治国是什么呢？治国当然不是一定要你去走入政治界里头去当个政治人士，不是的，它代表的是你呢具有就是要创造社会和谐的这件事情。所以只要社会发生了些事情，你有钱捐钱，有能力出力这就是企业家的格局跟状态。那至于大钱怎么做呢？大钱呢，用大学来讲，它叫平天下。平天下怎么做？不是去打仗，平天下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记得，只要今天你了解，为了创造社会和谐，这也是你的责任。你明白，为了创造社会和谐，除了你一个人做不够你还要再号召你身边的一群人，这个更多人的感召的力量出来之后，哇，你就是在这个状态了。所以它是可以跳的。财神爷还说，只要你愿意发愿做这件事情，也许你今生你并没有真的完全创造出来，但是呢，其实你的子孙会帮你做到。甚至是在你眼睛和眼前的，你发现你可以到位。这个是财神爷告诉我们在正财的事业，我们怎么让自己更好，可以做到的，不困难。好，让各位了解。那最后呢，要跟各位说的是，记得能中热透，能中发票，这种不劳而获的财，虽然是财神爷给我们的祝福，但我们一定要心存感恩。好，我们得到了财，也要想办法去帮助人，多做好事，这样才能财运亨通哦。你看到这一组图跟这个字，你想怎么说？我们的春娇也急着想帮你回答。好，我的坐骑吗？可以这样讲吗？